俄乌开战后，拜登的战略是将世界一分为二，但是中国不会答应。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自拜登政府组织所谓的世界民主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就发现美国人正在策划将世界一分为二，也就是分为民主和威权两个阵营。俄乌冲突的爆发，俄罗斯政府因为缺少战略定力，导致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进一步靠拢，强化了北约的地位。欧洲反俄阵营正试图通过制裁来摧毁俄罗斯的经济。美国呢，通过发动西方国家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打一场代理人战争，打出一个虚弱的俄罗斯，然后美国会把对付俄罗斯的任务交给欧洲国家，而后在亚洲推动建立一个小北约，与中国展开新的对抗。相比于俄罗斯，中国是一个几十年来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中国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方式是经济合作，共同发展。但是美国仍然不会放过中国，有可能还要加强推进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的战略。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近日发表文章，也认为日益衰落的美国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和威权两半的努力，正在加速构建替代性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这不得不引起中国的警惕，因为我们绝对不会答应美国发动新冷战，搞经济脱钩，或者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战略。美国为维持其日渐衰落的霸权地位，经历过两个阶段。特朗普的玩法是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甚至想通过传播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来破坏中国国力上升的趋势。还有就是玩去全球化那一套，最终证明这一战略是失败的。等拜登上台后，美国发生了恶性通胀，新冠疫情又冲击了供应链，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还导致美国的霸权形象被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精英开始寻找新的秩序模式，用于取代已经存在了30年的单极世界。中国等国追求的是一个多极世界，美国在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必然会想办法利用盟友的力量维持其霸权地位。可以说，拜登政府所做的就是挽救美国霸权的危机处理。美国为了与中国竞争，在国内推动了2.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盟友资源整合，也就是利用其盟友的力量维持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和全球秩序。拜登执政的主要战略是将世界一分为二，以便将西方国家的资源集中在华盛顿的控制之下。拜登政府的战略谋划家提议拉直战线，至少要控制世界的一半。为此，美国办了一场不太成功的民主峰会，而且会继续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领域都举行类似的活动。美国还在建立针对中国的高科技联盟，用于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拜登政府计划通过吸纳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把7国集团扩大为10国集团，调整 G20 的组成，把俄罗斯剔除。北约将进一步扩大，增加瑞典和芬兰，而美国同时还打算在印太地区制造一个亚太北约，那就是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联盟已经在印太地区成立，美国甚至还准备邀请韩国和日本参加北约会议，一切都意味着亚洲版的北约呼之欲出了。但是美国到现在玩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或者搞准军事联盟来玩对抗，在对抗俄罗斯时显然是相对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给了美国足够的借口和理由去拉拢欧洲国家。但是美国要想将世界一分为二，中国可不会答应，而且美国根本就无法推动其盟友与中国在经济上割裂。中国推动自己的全球战略，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和贸易倡议。中国还是全球近15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正变得更加开放，加入 RCEP 之后呢，还在申请加入 CPTPP， 这些都是让美国无法抗争的大战略。
另外，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国家的人口就高达3、4亿人，约占世界的一半。金砖国家也是现有的全球秩序的一种替代模式。这些都是美国难以控制的新兴力量。东盟涵盖该地区的10个国家，6.5亿人口。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RCEP 将让东盟进一步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美国发起的将世界分成对立两半的行动才刚刚开始，但是忘了现在的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分裂与对抗。显然，美国对付俄罗斯的战略对付不了中国。如果俄乌战事导致了俄罗斯的衰落，那中国仍然会推进一个多极世界。美国如果非要将世界一分为二，只会导致其进一步的自我孤立。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